天边也随缘，酿成味淡的蓝。好，这剩下可不乱掉的心。那深夜中聊心，我走了这支离，头顶我的小蛋，又融化在风里。3点钟的夜，叫人觉得不思议，是描画到整个来着爱的谜题。冬的夜，当我们紧紧围绕，手牵着手飞出我誓言小舟，它总是在写生的花园，属于你和我和天边的幽会一场。夜深人红夜，点映着淡淡月光，照映着天上起舞的是白花江。我是微笑醒而存在的精灵，把这大风过量的爱与此蜜蜂出草。这一幕幕的水晶，就这天边也随缘酿成味淡的蓝。好，这剩下可不乱掉的心。深夜中，晚上好呀，宝宝。醒了在了你眼里，融化了一丝丝甜蜜。我和你在这梦室里化为自己。冬的夜，当我们紧紧围绕，手牵着手飞出我誓言小舟，它总是在写生的花园，属于你和我和天边的幽会一场。夜深人红夜，点映着淡淡月光，照映着天上起舞的是白花江。我是微笑醒而存在的精灵，把这大风过量的爱与此蜜蜂出草。屋子里的梦话，全都是虚实生长，谁也不会看到我们的浪漫的晚。冬的夜，当我们紧紧围绕，手牵着手飞出我誓言小舟，3班岛上的天仿佛生动，雪里你和我将现实永远的埋葬。夜深人红夜，点映着淡淡月光，照映着天上起舞的是白花江。我是微笑醒而存在的精灵，带我去远方。夜色淹没方，潮水小桥对句，两人就依偎在水阳梦的乐曲，祈祷回环中，仿佛换河水一，剩下我们听月喃喃私语。我们分散在一起，前进一个角落，聚拢或是太阳和沸腾着的企鹅，失眠的摩斯发烫的烦恼，有条歌词的地图，头发忘记唱歌，寻找流浪的叛徒，只想着做出了的壳子，你啊，松开了我的手，瑟瑟丢失的模样，忘记了破碎的皱褶，你呀，牵着把我的手，坠落在这颗星球的我，你还能看见我吗？可我都不成一碰的玫瑰，一次的想你说，从前只是一枚老花，别让我再看累了，留在
晚上好呀。哦30了，把歌关一下。我先切一下屏。我们先来讲一下阴影的它的一个原理和我们为什么要画这个阴影。这个还是1期的那个，感觉都是一样的知识，翻修就没什么意义了，直接看1期的吧。第一个阴影的作用就是一个是凸显厚度，可以看到一个圆形，我们在打了光之后，它就会变成一个立体的球体。我们可以先设置一个光源，一般是在左上或者右上会比较的好画。看一下，应该是有的。然后它的第二个作用的话是区分前后关系，做空间感。比如说，这两个小草，我们给它画一个阴影之后，就可以区分出它是哪个是近的，哪个是远的。然后包括我们画褶皱的时候也是，凸显厚度也是需要画这个阴影的。比如说我们有2根线，左右画的那个正三角的一个褶皱，我们可以把阴影画在外面，然后让中间凸起来，或者说阴影画在中间，让两边凸起来，我们可以灵活的上阴影。然后第二个是怎么画阴影的，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项。我一般是把这个身体看作立方体，然后就设了那个左上右上的光源嘛，然后我们就光在左上我们就打在右下，光在右上我们就打在右下，就比较一个无脑的那种，基本上都是在右下这里给它划拉一道。衣服的部分细节基本上就是你想哪里凹下去就涂哪里，然后这种盖住的就是你希望不是希望吧，这个就是哪里被遮了就涂哪里。这里就是给它突出两边，一般这种小水滴都是要画阴影的。然后脚的话，我一般涂脚后跟，然后前面有些时候会给它画过来，给它修一下这个鞋头的形状。大阴影的话，我们就先把这个东西把它想成一个立方体，然后先去给它画这个立方体的一个大阴影，然后我们再把那个细碎的褶皱的阴影给它画一下。然后这个是细化颜色的时候要做的了，我们现在还没，可以先把那个颜色，就阴影先给它画一下。下面是昨天说的手柄的那个设置，那我们现在开始画阴影吧。晚上好呀。
OK，我们新建图层。哦，对了，文档里面还有一个，稍等，这是今天画的一个，但是写的比较乱，这个是我的上色一图流。这里写了我会用到的图层。哦，这个是我的那个找参考的那个软件。哎呦，哦，好了，拖一下。这是我基本上我的图层就是一个底色，一个阴影，然后一个加颜色的。加颜色就是，它只有一个阴影的话，就只有底色和阴影只有2个色嘛。我一般会再加一点其他颜色给它，做一个变化。这我直接说成加色，用的是线性加深，然后上面叠一个正常的图层做高光和闭色，其他的就看情况加。我给它转回来。我们新建一个图层，按这个 N 把它调成正片叠底。这里我们选一个灰色，反正选一个你觉得看得比较清楚的颜色。然后一般线稿的透明度这里也会调低。我一般的话会先从脸的周围开始画，就颈部的这个地方，这里肯定都是那个后面的嘛，我们要区分它的前后关系，这个都是后边的头发，把这里画上。然后阴影太大块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用套索来画。比如说这个，脖子，我们是被遮在头底下的。把这个填充点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，直接用套索来画。画大阴影的时候，这个比较好用，因为大阴影我们可能就控笔不会，那么稳嘛，画的时候会画出去，我们就直接用套索来画就好了。这里是被那个上环挡住的一些东西，然后是上环的褶皱，我们就把这个，给它画出小三角。跟着它的这个斜线画出小三角，然后是这个小水滴，小水滴一般都要填满。好，这是被蝴蝶结盖住的一些部分。然后，如果那个阴影画的太细碎了，如果你觉得，我们就把它填成一片的。比如说这里，我们就可以给它封上。那我们就先把衣服这些画了吧，后面我们去画头发。好，基本上就是顺着这个物体的边边，因为我一般把那个光设在左上角，我一般就是贴着这个右下再画那个遮挡住的部分，然后顺手画一下那些阴影上面的东西，不是阴影上面的东西，褶皱上面的东西，褶皱上面的阴影。可以调大一点，手不会那么的累。好，可以看到我这里也是直接给它拉下来的。我们先这样画阴影的话，有个好处就是比直接调色画阴影，就是不用担心涂出来，因为涂出来的地方可能它也有阴影，是吧？比如说这个袋子这里，我直接一涂，反正它下面也是被遮挡的嘛，它上面也是要有阴影的，我们手就可以轻松一点，不用去控那么多边缘。
蝴蝶结这里我们就自己想想怎么画比较好看，给它灵活一点。然后蝴蝶结它的底端的话，如果把那个阴影全画出来，它是有点太细碎的，所以我有些时候会尽量少画一点，然后在细化颜色的时候给它加渐变，让它在渐变上有变化。基本就是一些小三角这样画过来。衣服上的话，这种斜线，我们先确定就是哪儿在上面，我希望这个在上面，然后我就顺着这边画小三角，顺着另一边。这口袋是有一点那个凸起的，所以我们顺着它的边缘，把它的那个凸度给画出来。可以看到我都没有怎么用橡皮，如果我是拿了手柄的话，可能会橡皮用的多一点。可以看光是从左上来的嘛，它这里的阴影是比较少的，我一般就给它稍微勾一点点。一般裙子或者说围裙上面这种画2根线的，它中间我一般都会把它画成凹的。但如果它是风琴者的话，就不要画阴影了，因为风琴者它比较的有3根比较密嘛，画了的话会显得特别的密，特别的碎。风琴者的话，我一般就不画阴影，然后在调线稿颜色的时候把它调成一个别的，然后让它有这样一个东西就好了。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头发少填了一点，这个的话最好还是给它填上，因为后面如果我们要改颜色的话，就是需要选中底色嘛，你可能就选不中这一块头发，画的时候，就改的时候有点麻烦。如果你不用改的话，就不用想这些。就画稿件的时候可能得注意一下，自己出色的话就随便了。好，思考一下，这一根我们把哪个给它凸出来。这种太空的地方也可以顺着这个褶皱的走向给它加一个三角。可以看到这个围裙下面也有一些细碎了，给它填上。
这边的草莓也是，是在上层的一个东西，我们把它的阴影给画出来。然后这个阴影的话，阴影靠远一些的话，会显得就是这个袋子，可以看到吗？这个袋子，如果我把它的阴影画得很靠近它，就会有一种它是和这个裙子比较近的感觉。如果我把阴影画远一些，就会有一种这个袋子是在更上面的感觉，就是这样投下来，它有这样的一个高度。如果我们画近一些的话，它就会显得贴得紧一点。这里的层层数有点多呀，好多东西。如果真的懒得画的话，你可以就把这个右下角全给它涂黑嘛，反正我们光源也是在左上角。这个的话主要看就涂了之后好不好看，如果不好看，还是给它慢慢画吧。像围裙这种，就是它的中间不是有一根缝线吗？它就只有一点被挤压出来的，可能有一小点点阴影，我就一般给它勾一下就好了。然后中间这里是不是有一点空？我一般会顺着那个我画的整体的趋势走向，给它画一个这种一个倒三角，一个正三角，这样就给它加一点细节。这也是一个很无脑的一个小技巧，一直都在用。哦，顺便一说，这里的那个，就是用的颜色是可以不一样的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改颜色。等一下我们直接锁定图层，然后给它填充别的颜色就好。所以我们画的时候，如果忘记刚才用的是什么灰色了，不用就是再去找它。好，这里的叶子我们把靠里的给它打上阴影，让这个尖端的叶片离我们近一点。然后裙子的阴影也给它画一下。哦，又发现一个涂掉的，就后面的这个后面的木耳边没有涂上，我们就一边画阴影一边检查，就是边画边画阴影，然后边上底色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少检查一次，所以偶尔就画的太累的时候，可以就两个一起画，可以换换口味。
哎，我怎么画在这儿了？忘记剪天蒙版了。哦，这里顺手把头发涂了，问题不大。等一下我们讲一下头发怎么涂吧，反正还有那么多。头发的话，其实也是顺着斜线画三角了。就头发可能要考虑一下，就是需要看一下你画的哪一根在前面，哪一根在后面，就是那个发片留的时候，其实和衣服的逻辑差不多。这种离我们远的，比如说袖口的里边这个，我们就全部涂黑就好了。这种正方体的转折也给它把，就是它的有一面是在那个光源的另一面的嘛，我们也给它涂黑。然后这里是被裙子遮住的，我们也是直接把那一面给涂了。这种没有勾线的，我们也可以就是给它画一点小三角，暗示一下它的褶皱。主要是就是没有东西的话，会显得没什么细节。我们这里把那个细节多做一点的话，后面就可以少画一点。不好画的话，我们就旋转一下。这种很小的，如果就是还有精力的话，就擦一下。这种很小很小的，是可以，就没什么时间的时候是可以不用管的，影响不是很大。好，裙边的褶皱也是，裙边的褶皱的话，我们最好就是跟着上边的这个走，除非就是我们是分体的，如果就是你不想跟着上面的走的话，就要把中间这里给它打个阴影，就是表现它们不是同一层布料。如果你是同一层的话，褶皱最好还是跟着上面的走。像这种丝带的话，我们就把这转折的地方给它画一个小三角就好。如果是比较长的情况，我们就画小三角；如果比较短的话，就可以给它直接这样涂上了。OK，继续画我们的小三角。这里也是一个比较无脑的部分，和昨天有个宝宝说的，最喜欢画线稿了是一样的。好，蝴蝶结。
我们看一下裙底，裙底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套索来画了，直接把下面这些给它圈起来。这个头发下面也是可以一起圈了，因为下面也是被遮挡的比较多。等一下我们就拿擦子给它擦一点受光面出来就好。顺着这个腿，把我们里面比较靠后的都给它勾出来。好，这样宝宝们是不是有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头发和这个裙边就粘一起了？所以我一般会把裙边给它就顺着擦一点点边出来。左上角的光，我们就从左边这样慢慢的擦掉一点点，越到后面越少。然后腿这里的话，我一般就顺着裙边给它画阴影下来，然后边上你可以给它弯一下，因为我们的腿是这样的一个立体的感觉，所以我会稍微弯一点点，就凸显出它是一个圆柱的感觉，然后上面最凸的地方把阴影给它减少一些，因为它在高处的话离这个我们的这个花边近一点嘛，所以我们擦掉一点阴影，让它就看起来离我们的边边近一点。膝盖的话，我一般是只画下面的这里，然后就是没有画这个膝盖线的宝宝就不用弄这个了，到时候我们直接打腮红就不会出错，直接打腮红的话。这种贴的比较紧的毛绒，我就也是顺着右边画一丢丢，然后擦掉一点。好，毛绒的话，我们也是顺着它的这个结构去给它画一个阴影。我们想给这种单独的画的时候，单独的这样，一颗一颗小毛绒画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想象成很多很多的水滴，然后我们画这个整体的大阴影的时候，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圆柱体就好了。可以看到边缘我就是画的这样一个波浪线，然后整体的大阴影就是画的那个右下角嘛。诶，这里也没有填上，填一下。
脚后跟儿就是我们刚才文档里说的那个方法，因为脚后跟儿也是比较靠后的嘛，我们就直接把脚后跟全部给涂掉，让它看起来靠后一些。然后前面这里也可以涂一下，如果它特别往下翻的话，这个鞋子。以及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就是多多的这样缩小看一下整体。有些时候就是我们抠细节，可能会抠着抠着突然发现缩小了，和其他的其实搭配的不是很好看，所以我们要边画边看看整体。好，关于腿的阴影的话，我一般是如果我的这个腿上的装饰，如果我的阴影打的比较宽的话，我就会给腿也给延伸上来一个阴影。如果我下面的那个阴影画的比较窄的话，我有些时候就不会打这个腿的阴影。这里如果你画的比较宽的话，可以把它连接到这个膝盖的边上。好像就是插头发了。哦，这个绳子也可以选一根把它往下压，给它画一个阴影。也可以画在上面这根或者下面的这一个。草莓这种圆溜溜的，就给它画一个弯弯的，在右下就好了。然后我们画头发，头发的话，我现在一般会用套索先把靠后的给它套起来。我们先分辨一下，就是那几根主发丝是哪几根哈？我的是这根是吧？然后还有这里有2根，然后这里有2根。我们就是主发丝在上边，我们就不涂到它，先涂那个最下边的这些头发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控那么多笔了。如果你自己只是用笔画的话，这里的这些东西还蛮多的，很容易涂出去。然后这种主发丝，它有一些是，就它会翻转嘛，有一些翻的时候它是靠下的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纳到这比较靠后的地方。这里也可以顺便画一下这个主发丝之间的那个前后叠压的关系。
哎，这里也有一点没涂上，等一下涂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画这个发丝之间的叠压的关系，把这个最上边的发丝，它边上压着的一些发片，给它做出一些阴影。然后我们可以顺便画一下，就是翻下去的这几块区域，一个发片里面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，这一块是我们凸出来的，然后它的两边，也就是这一块和这一块，就是往下的。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，就是比如说这里，它虽然这个是往下的，是吧？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边缘要不要凸出来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这边也是把翻到后边的头发的阴影给它画出来。像这个发片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是形状不太好看，所以我会在它的那个右下角给它做一个做凸度的感觉，让它有一点，这样的话，它这个亮面的形状就好看一点，有一点三角的感觉。这里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给它画一点发丝，顺着我们发丝的走向。然后这种发梢的话，我一般会在那个两个尖尖的中间给它做一个小三角，让就是其中一个给它凸出来。然后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光源在哪一个方向哈。如果它翻到后面，但是它是在左上角的，我们就给它画一个，这样给它一个三角就好了，让它亮面还是要有一点的。
小毛球，小毛球也是，画球体的那个方法。我们只是把它的，这个交接线改成了波浪线。这种特别靠人物近的、很碎的，我们也可以给它直接涂掉，然后再擦一点小小的光出来。袋子也可以给它把底端擦掉一点亮面出来，让它看起来是在这个头发的上面的。头发的话也和裙边是一样的步骤，就给它擦出亮面。然后我们观察一下，这种阴影特别特别大块的地方，也可以给它擦一点那种凸起的发丝出来。然后是比较大块的亮面，也给它画一点小三角发丝。我把我的颜色给统一一下先。好，这样看起来好观察一点。差不多了，我们来画头上的吧。头上的话就是螳螂窝，先给它涂上。还有头顶，然后我们顺着螳螂窝画这个阴影下来。
这里就有很多那个前后叠压的关系，我们顺着把它的阴影画出来。这种靠的比较近的，我们画完阴影一定要擦一下，不然就会显得这个头饰其实是离头比较远的。脸上的话，我一般也会画一点点阴影，然后这个往边上鬓发里面夹的这一撮发片，我也会画一点小三角，暗示它的走向。这个鬓发的话，就这个短鬓发和长鬓发之间，我一般会画大阴影给它隔开，以及我们的头下面是有阴影的，所以在脖子这里你可以给它就画一个大一点的阴影，因为我们头二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是的。但我的方法还是比较的无脑，就平时看一下，拉小了看一下大图就好。然后头上的这个头饰，这个耳朵的里面是靠里的，我们把它的阴影涂上，然后是画一点它的厚度出来。以及这种比较小的小物的话，你画了阴影之后感觉不好看，可以擦掉，不要画阴影，因为太小了，画了阴影可能反而不好看。这种发片的底部其实也可以给它就是画那个右下角的弯弯，给它做那个也是算一个厚度吧，就体现它的这个头发的底部是在这里的。然后头饰的这种比较小的，有点木耳边的，我一般就随便画一下阴影，只要就是它看起来比较匀称就行。等下就可以缩小看看了。我已经检查出了一个没画的地方，
等一下我们就缩小检查哪一些地方没有画到。哦，手也要画一下。应该是没有了吧？没有关系，等一下如果发现的话，我们再给它添上就好。这个小人儿，我一般也是用那个直接右下给它涂一下，有厚度就行。然后翅膀在后面给它涂一点。这种太小的蝴蝶结，我们阴影就只打在这个两个瓣瓣的下面就好。应该是没有了吧？我把背景关一下再看看。这里倒是可以加一点，看看加了好看不？还行还行。有些时候就是你的带子很长的带子加了不好看的话，可以不加阴影，直接拿那个渐变给它做点变化就好了。因为带子加太多阴影的话，它会显得下面很重。或者小羊可以小涂一下。那我们就新建图层到下一个阶段。哦，稍等，还没有，我们先那个双指两个手指按住这里，往右边画，把这个透明度给锁上。锁上透明度的话，我们就只能在画的阴影里面画了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改一个颜色。我一般用喷枪喷成粉蓝或者粉紫，先试一下哪个颜色好看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就看，就是哪些地方就这个颜色，它看起来是大部分比较好看就行，然后那个小部分不好看的，我们等一下可以选中了给它调一下。我一般会把下边给喷稍微浅一点的颜色，然后上面喷深一点的，越深一点的话，对比会强一些，让大家感觉头的边上有细节一点。这里也可以直接拿喷枪给它，就是如果你和比如说头发，我喷蓝色好像就没那么好看嘛，我直接拿紫色给它喷一下。这里可以调成粉色喷一下试试，或者说你可以直接把那个我们记得合并哈，把这两个底色合并了。可以把这个透明度锁一下。好的，学到了就好。把透明度锁一下，因为刚才我们合并了之后，它是没有锁上的，怕等一下涂出去了。然后点击它作为参考。
然后回到那个阴影图层，我们记得把这个颜色填充关一下哈，点自动，然后调到合适的这个余值，然后我们选中头发，这个看一下有没有啊？可以看到我这里就涂成白色了，所以我就选不到它了。这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就是尽量让它正确一点。然后这种比较小的，我们可以先把它可以先无视一下。我们等一下改了之后，给它顺便改一下不就好了？好，选中之后，点这个小魔棒。哦，这个是不是有个宝宝他用不了，还是没找到来着？可以找一下。还有色相调到感觉可以的位置，比如说我这个是粉色，我给它调粉一点，然后把这个看透明度这饱和度这些要不要调？一般主要就是拿来调色相。如果你感觉其他的颜色也不太对的话，也可以直接选中，然后给它调一下。如果就是感觉调出来的颜色不是很符合自己的心意的话，你可以，就是选了之后直接把这个填充了就行，因为我们现在阴影是锁上的嘛，我们直接给它填充，或者说你直接拿笔画也可以，直接填充，然后选一个你觉得适合的颜色。这样我们相当于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改阴影颜色的方法。好，这个粉色我可能也改一下，是吧？这个方法的话，有些时候它是有一些不用改的，可能有点看运气了。有一些颜色就是画出来就还好。这个我们也给它改一下。可以看到这个就不太好改，有没有发现我调了之后它没什么变化？变化不是很大，这个我们看不出来变化不是很大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填充来改吧。哎，我感觉这个还可以。可以看到这个绿色也是有一点灰，我们给它饱和度拉一下。是不太明显，拉这个亮度。还有黄色的话，一般都要改，因为黄色，它会变成比较偏绿的黄色，不是很好看。我一般会往红色这里拉一点，大家可以就是左右晃一下，看看红色在哪边，给它调一个橘色一点的偏。可以看到这个绿色也是有点偏黄的那个，我们也是可以调一下，看看会不会调出好看一点的颜色。OK，感觉还是之前那个也差不多。然后我们就先下一步吧，我们新建图层，记得剪贴蒙版哦。然后
点这个图层模式，把它改成线性加深。线性加深的话，我们就来给它上一点别的颜色，就有一点像界面的感觉。像我一般先从那个脸部开始，我会选一个腮红色。这里我们是偏粉的，所以我也调一个偏粉的腮红，大概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涂上去看一下深了还是浅了。好，这个比较浅，我们就给它作为那个渐变的外面那一圈吧。我们扫一下这个脸蛋，然后这个阴影的地方我们也扫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扫了之后，这个阴影它是不那么偏紫色、灰色的，可以看到吗？扫了之后，它是有一点偏那个肉色了。这里我会给它把阴影的边缘给它扫一下。因为我平时画的时候，就是上一期我会，在那个阴影的最边缘，就这里我会给它弄一个稍微灰一点的颜色。但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直接画了这个，就线性加深之后，这里是自动有一个比较灰的颜色了，我们就不用手动去选一个灰颜色了。这也是一个新一期的偷懒小技巧。等一下，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去画所有的这个东西，然后膝盖的腮红给它打一下，关节也可以打一下这个红色的，然后我们再往右边移一点点，给它在这个刚才我们画的颜色的里边给它加深一点。这种不太明显的那个皮肤阴影，我们也可以在边上那个边缘给它再涂一下。好，腮红的里面涂一下，还是不太明显，我们就再往里边加一点，一般就是加脸上就好，其他地方其实看的少了。然后这里我们可以选一个玫红色，灰一点的玫红色，给它我们还是等一下在正常图层画吧。这里好像画起来不是很好看，我们等一下正常图层的地方画。好，然后是头发，头发如果你是浅一点的颜色，你可以直接吸头发的颜色，然后画在上面看一下，哎，这个颜色就正好是吧？我们就不用去调了。我们在头发上面这样画这个小斜线，画小三角，有看到吗？我画的是这样的。这样的一个形状，我们就把这个发梢都给它这样涂一下，一个是让它有一点渐变的感觉，一个就是一点假细节嘛，因为这个是看不是特别明显，就是你看不出来我是随便画的，但是它就是有一点细节在上面，这种太大一片的也可以给它加一点哈。加了之后，记得就是下面给它连上。好，这些发梢都给它小涂一下，这种阴影的交接的地方也是可以涂一点，让它有一些那个就是阴影边缘的一个小描边。头发内部的话，也可以多画一点，像这样。好，这里的话也是一个狂草的阶段。
一般就是画到这里的话，就画的很快了。但上课边讲边画，不知道就是会不会慢一点？有一点担心，就是边讲边画的话，万一就画的太飘了，他讲的不一样怎么办？好，下面就是给他画三角。我们可以有意识的给它留一点出来，就比如说这个受光面，我们给它擦一溜溜出来，不要让它太闷了。这里的话，我们不用担心，就涂在其他的上面，因为涂出来了，其实也看不怎么出来。如果涂上去色明显的话，我们最好还是选中那个头发的那个部分，然后再涂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再深一点点，可以看看涂层模式吗？请看，是一个正常底色，然后一个正片叠底画的阴影，然后我加颜色是用的这个线性加深。然后我在文档里也写了那个我一般用的涂层模式。啊，这个是线性加深哈，直接看文字直接看英文可能看不懂是吧？我平时也是要在这里拉半天才知道英文是什么。然后我们再往右边一点，选个深一点的颜色，在更底部的地方给它，这个的话就不要全部涂了哈，我们选一点点，给它交错的涂上去。然后我们用这个深一点颜色的时候，可以把就是我们上一步画的这个粉色，给它勾一下边，让它看起来明显一点。这个的话，我们主要勾的就是左上角，因为光是从左上角来的。这样的话，有一个那个算是明暗交接线吗？我感觉更像那个水彩边缘，阴影的水彩边缘。这个也是不要勾得太实了，我们选几个地方勾一下，就不要它的，可以看到这里这里我没有勾，就给它留一点没有勾到的地方，不要勾得太死板。以及这里的话，我们是那个新建的图层嘛，如果不太明显，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把这个图层给它拉深一点。好，可以看到我们就只选了一个色，好像也不算选了吧，我们直接吸了底色，然后就可以给它把这些全部画完了，我们就不用动脑子去想我还要画什么颜色了。
克我们缩小看一下，这里好像没什么颜色，给它涂一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哈，有一点点渐变的感觉。如果你感觉这个不太明显的话，可以给它加深，是吧？可以亮度稍微调低一丢丢。我们看一下和刚才的一个变化，怎么就是稍微深了一点。然后，我们最好这个加色的头发的涂层，我们给它单独一层吧。哦，我已经和这个肤色一层了。主要是等一下我们涂这个衣服的时候，我有点担心，就是涂在一起了，不太好改。如果我是画稿子的话，我会再分一层画其他的这个线性加深。然后我们来画衣服。等一下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头发会再画一个4分，可以看到这些分的不是很明显。我们先把就每一个部分的那个加颜色给它加了来嘛。衣服的话，我一般就是选那个主色调的浅色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因为整个都是粉色，然后我们衣服我当时我记得选的是米黄吧，选一个偏粉的米黄，然后给它涂一下。我们就是要顾及到，不能和边上的颜色太接近，但是又要和它，就靠近主色调一点嘛。选一个折中的。我们这里也是在涂这个阴影的边缘，我们不要把阴影全涂了哈，中间要留一点，涂边缘。然后可以看到这种大面积的地方，我们也是给它画小三角，小三角加这个深一点的。啊，这个不是很明显，但是加了总比那个没有加要好一些。这里我们就涂一下。衣服的话，我记得还是和上一期的比较契合，就是我会把它打在这个左上角，有看到吗？然后这里是留了一点点白的。衣服的话，我一般就会这样打，或者说画在那个中间，顺着那个褶皱的方向去画小三角。这里的话也可以，就是随便画一下。哎，以及这里好像少一个阴影，不管了，先画吧。我们把这个阴影结束给它添一下。好，再缩回去。然后我涂在左上角的这个原理的话，有一点那个水晶球，就画水晶球的那个步骤的感觉。我们画水晶球的话，它左上角会涂很多那个高饱和和深色嘛，然后再给它打高光，就和那个原理是差不多的。总之，我们就是不要让它只有一块色，
这个还是在线性加深的图层吗？是的，但是我一般会和头发分开，你也可以画在同一个图层。这两个是没有任何区别的，只是我习惯头发在另外一个层。这种抹颜色上去的，我都是用的线性加深。然后毛球也是给它勾一下边边，然后上边涂一丢丢，因为只涂边边的话，上边就没什么颜色了。不明显的这些，我们就给它勾一下边。也是少勾一点。好的，看一下，这也是不要勾的太多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就有点密。我把这里擦一个。一般来说，这个也是勾左上角的线就好了。然后我们这个的话不用太标准，就只要在它的附近有就行。我们不用去想它的颜色到底是个什么形状，就顺着你看到的刚才画的那个边边给它划一拉就可以了。我们再看别的颜色，然后再绿色吧。绿色的话可以看到我吸的这个就有点深了，我直接画上去的话是很深的，我们就给它往这左上拉一点，也是一样的步骤。这太深太浅，我们就手动调一下。看这牛奶盒，我就顺手吸了一下头发的颜色，给它做这个小变化。这种小东西也可以直接就用这个方法给它画小渐变。反正我们越往右拉越深嘛。如果你是往浅去渐变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在正常图层里面再操作。然后蝴蝶结的话，我一般会在边缘画一个深色，然后在正常图层加高光。对了，我就先把正常图层建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是我画蝴蝶结的一个方法。然后在正常图层里面，我会细一下这个末端的颜色，然后往左边偏，给它画一个灰一点的颜色，给它做一个渐变。然后你还想再渐一层的话，就再往左拉，给它弄灰。这样的话，它的末端就不会很死板，因为灰色它可以和我们边上的任何颜色结合进去。如果我们画这种长条的蝴蝶结，都是很好用的这个方法，就不会感觉它很长一条一样的颜色在那儿。然后我们回到线性加深这里，我们来画一下这个蝴蝶结的颜色。也是刚才说的那个方法。这个的话有点偏肉粉了，我会给它往这个紫粉拉一丢丢。你感觉颜色倾向不对的话，可以把色相给拉一下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就只会考虑色相的问题，其他的一般都不会再去想了。好，我们打高光。
高光的话，我一般打这个淡黄或者浅蓝。可以看到，等一下这里我们也是要加闭色的。好，然后在正常图层把它的末端做渐变。这里的话，如果这个阴影太挡的话，我们直接把它擦掉就好。可以看到就没有刚才那么死板。我把这个关掉，然后再开。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画。绿色，这种小的我就给它随便点2点。然后这种小球球就是在它左上角给它画一小坨就好了。叶子也可以在这个左上角给它抹一下。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有4种颜色，一个是这个我们的线性加深涂在阴影上的一个深一点的绿色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灰一点的，然后是底色和我们刚才涂在底色上面的颜色，一共有4个。这样的话，就稍微有一点变化。然后我们平时画的话，可能就是要去找这样的一个4个颜色，但是我们这样的话就不用想了，也是一个偷懒小方法。只能说感觉少动一点脑，画画都变得舒服了，应该是画稿子变得舒服了。这种长条我们给它慢慢的渐变一下。蝴蝶结我们就等一下再给它上高光。小羊也没什么颜色，给它稍微画一点。好，我们缩小看看还有哪里没有画。这里的草莓尖尖，然后是鞋子，鞋子我一般就画一个，用这个线性加深，给它抹一层那个鞋头上面的颜色，也是和那个画水晶球的原理是一样的。我画东西就只有那个画水晶球，还有刚才说的那个方法。这个的话，我有写在文档里面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。这个鞋底可以涂一丢丢。好，然后在高光的里面，给它打上一个弯弯的感叹号。
这个要打在它的凸的地方。哦，扣子也没有画这个阴影诶。这种比较小的，然后感觉就只有这里没有，只有这里啊还有错的话，我一般就直接拿那个最上边的正常涂层给它涂一下了。这里我直接拿正常涂层，然后吸了边上的这个色给它涂上去了，因为我们再去解锁那个那个阴影的话，还是有点麻烦嘛。啊，这里我们也直接选色吧。我们自己选色选阴影的话，就是吸它的底色，然后颜色往右下角走。然后黄色的话，我们记得色相往红色偏一点，不然它的颜色没有那么的好看。然后粉色也是这样往左下走。绿色的话可以往蓝这边偏一点。这个的话也是，一个习惯吧，因为我喜欢绿色的，它的下面是那种，就阳光下的那种被遮住的叶子的那种，有点偏蓝的颜色。然后我们回到这个线性加深，把这几个扣子给它加深一下，也是涂在左上角。还有这个蝴蝶结，哎，这个我记得我画的不是绿色吗？怎么变成棕色了？改一下。为啥3个图层会有4个相似的颜色？这个的话，跟你说一下。就是它的原理吗？还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画这么多的颜色？我把这个蝴蝶结先涂一下。我把这里涂了之后，讲一下那个图层那里吧。好，看一下那个我今天画的这个标注也是有图层的。可以看一下这个。哦，完了，我线稿也画在这个上面的，咱就看一下吧。大家可以看到吗？这个是只有底色的状态，然后是加阴影。图层原理，的话，我得想一下，就是正片叠底，是如果我们画了几个颜色，这个我们画个红橙黄绿啊，什么青蓝紫。然后给它画正片叠底的话，比如说我们画一个浅蓝，我们给它画上去，可以看到所有都是往这个浅蓝走了一点点的。就画的时候，我再换一个颜色吧，比如说你想画阴影。如果你只用正常图层的话，你要自己去选。但是你用正片叠底的话，你可以一次性把这些的阴影全给它画出来。然后线性加深它是，然后我们改一下吧。我直接复制过来。
线性加深，我个人觉得它就是比正片叠底要没有那么灰一点。可以看到嘛，线性加深它要透一点，然后正片叠底会灰一点。我个人，我自己的话，我就觉得是这个区别，然后原理其实没有特别的去研究过啦。总之用法就是这样用的。然后这个是加了正片叠底吧，然后我们加这个，线性加深，可以看到，如果我们画在这个，这里我是加了2个颜色的哈，这里我是加了2种颜色的，然后我们线性加深画在这个上面，它是同时覆盖在了这个阴影的上面，还有底色的上面，它就会有覆盖在阴影上面的颜色和覆盖在这个底色上面的颜色，然后这个是刚才那个正片叠底叠了之后的颜色啊，这里1、2稍等，1、2、3、4，这样的4块颜色，嗯，这样就是能理解到吗？然后我看一下我有没有画的这个，这个就是我平时画的2种这个颜色吧。我一般一个是画阴影，然后另一个是蓝的画阴影，直接给它就左上角加深色，然后把它们2个的画法结合一下，就是刚才说的这个。然后还没有懂的话，可以再问一下，因为我可能就是没有特别的理解到想问的这个问题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正片叠底叠在了底色的上面，就有一个底色和一个灰一点的、深一点的底色，然后线性加深叠在了这2个颜色的上面，然后又乘2了，就有4个颜色。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这么一个用法。我们回到画面上，现在的话是做一个头发的4分吧。我现在的画法会给这个头发做一个4分，4分也可以用线性加深。好，然后我会直接吸一下这个阴影的颜色，然后直接叠在上面。我们把这个阴影里面的这些物体的关系给它处理一下。这个的话，因为我们是新涂层，等一下也可以改颜色，所以这里也是可以随便用一个颜色就好。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短鬓发和长鬓发连在了一起，给它分开一点。这里就是把最里边的、最靠里、最靠后的那些给它涂出来，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就画一点小三角去暗示我们的线条走向，然后也是把这个比较空的地方给它加一点线条。也可以卡一下闭塞。螳螂窝我有些时候会在这最下面画一下。
这个颜色不太行，等一下得改。这就是卡碧色加一个4分了。4分的话，我个人理解就是阴影中的阴影，因为我们涂阴影的时候是，只有2层嘛，就一个底色，一个阴影。但是我们画的东西里面可能是，比如说我们有3个物体呢，它就有3层了，是吧？我们就是把这个后边的这些层次给它分出来。分的同时，我们可以在这种转折的地方给它卡上闭色。闭色的话就是，我想想，一般来说它就是一个光照不到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它去就区分这个物体的层级。比如说这里是吧？这根它是被2根压住的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交接处给它卡一个闭色，让它看起来是在更下边的。这是正常的涂层模式嘛？这个也是线性加深，这个也是线性加深。第一期的时候是用的正常。然后这次是用的涂层模式，这种太空的地方，我们就顺着发丝给它画一点。因为为什么要用涂层模式呢？就是我们前面的时候画了一些这个，就加了一点小渐变的感觉嘛。我们用涂层模式的话，就可以把它的这种小细节保留下来，就不会把它涂掉了。其实也是一个懒方法啦，因为这样涂也是，可能会有一点不对的地方。这里的阴影不太对，改一下。我们就这么一边卡闭色，然后这里也是把它的阴影我层级给它涂了一下，可以看到没有涂的时候，这里都是粘在一起的。啊，有没有发现涂了之后感觉就好像细化了很多，其实我们并没有干什么。感觉涂了很多颜色，其实都是涂层模式的功劳啦。啊，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容易画的很乱，以及就如果你想改一下，感觉画错了，想改一下颜色的话，因为我们在这个线性加深里面不是很好吸颜色，然后我们选一个觉得可以的颜色涂出来，它可能是就叠在这个底色上面变成了另一个颜色，不是很好改。我们等一下改的话，都去那个正常的涂层模式里面改。可以看到这里，这发片的下边是吧？我们把这个发片的阴影给它画出来。
这里其实也是有点粘上，我们等一下去正常模式改吧。因为我一般只做头发的4分，然后其他地方就只卡闭塞了，所以我会去正常模式里面画。这里我就加快一下，因为发现已经9:10了，我先那个认真模式一下，手速模式。好，我们缩小一下观察，看看不好看的地方该擦一下不，然后该填充的填一下。这个的话画的有点密了，我现在感觉。等一下看给它，就拉浅一点会不会好点？或者说我们直接双指往右滑给它锁住，然后我们给它喷枪，把外边的给它喷浅一点也是可以的。然后里边的喷个，找个好一点的颜色。这里我是用高斯模糊，看能不能就把它们的过渡给调的和谐一点。看看外边要不要擦掉吧，太密了。就往上飞的发丝，我给它擦掉一点，不然看起来好重。哎，我有一次，既然我们用的是线性加深，我给它喷成白色不就行了？这样不就跟擦掉一样？可以看到就是稍微有了一些细节。这个的话，上一期好像没怎么加这个，有点忘记了，应该是用了别的图层模式加的吧？可能是用正常的那个图层模式画的。
给它调一下色相，看看其他色相会不会好看一点点。好，然后我们去正常图层吧。到正常图层，我们把这个后颈这儿给它吸色，然后往左边左上一点，给它把那个后颈和前鬓发也给区分出来。把这里有几块给它画一下。好，OK，我们看一下哪些地方要做闭色的。白色的话，一般找个主色调吧。白色一般，我个人印象的话，感觉就暖色用偏黄的，然后冷色就用那个蓝紫，给它打闭色。我们现在是到正常的图层模式了哈。看看，应该可以用紫色。好，紫色比较好。就主要就是把看不清的成绩给它再强调一下。一般就是在这种小叉叉的地方会有。这其实也可以用那个线性加深来着，只可能闭色我比较想自己选颜色。如果就是懒得自己选的话，可以也用那个线性加深、正片叠底之类的给它画一下。鞋子的话，它的最里边也可以给它就是往灰了拉一点，就和那个蝴蝶结是一样的原理。啊，这该打的高光也给它打一下。这些小细节给它画上，然后扣子我们在边上打一个高光吧。这里小草莓也是把细节给它加上。绳子可以选一个它的浅色给它画一点点。这里是插一些细节。
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有一些没有涂颜色的蝴蝶结，我们这里直接选色给它涂了就行，就那个色盘往右移，给它加一点深色。这种涂出来的也是给它直接吸色覆盖就好。这个小羊的腮红。哦，这边还有蝴蝶结呢，给它涂一下。然后灰色涂在末端。好像没有什么了吧？我们这里可以调整一下一些的颜色，比如说，这个会不会太黄了？这个腿套可以给它往粉色调一点，然后亮度拉高。线性加深的涂层选色有什么方法吗？线性加深的涂层就是你想选刚才选过的色的话，我确实没有什么好方法。我一般是把它直接就调成正常，然后再选的。然后，如果你说的是线性加深的涂层，你应该选的就是画上去的颜色的话，我一般就是在这个位置选。但你要选那个线性加深涂层，就和刚才一样的颜色的话，只能在这个历史里面选。但 Procreate 的历史记录有一些它是不记录的，所以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。我个人的话。也是就检查到了一个地方，是这个叶子没有卡比色。这里我们选一个偏蓝一点的深绿。我记得 CSP 好像有这种功能，但 Procreate，也许有吧，没有去了解过。好像是没什么东西了，我们去画这个背景的吧。或者我们也可以先改这个图层，就是那个线稿的图层颜色。我们先来改线稿颜色吧，先把你的线稿透明度拉高，拉到100%。然后，如果你有分层的话，可以合并了。然后隐藏掉这个线稿。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得到的是一个没有线稿的这个。我们3指下滑也是拷贝一个全部的现在显示的所有的东西，在这个线稿上面粘贴。粘贴之后剪辑蒙版到线稿上面，然后我们选这个调整，把亮度调低，饱和度拉高。我们调的时候，我一般亮度是30到35，然后饱和度的话，一般70到90这些吧。
我们调的时候主要看的是身上，不要看脸，因为脸的话一般会涂的比较浅，它就是调的时候可能脸就是比较的淡的。我们主要看身上，感觉差不多了的话就确认，然后我们用套索工具选中脸的部分，然后把羽化拉一点。让这个边上选的是一些，就是像模糊一样的那种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一块亮度拉低，和边上就是看起来颜色它的那个深度差不多，然后结合的不是很好的话，可以这个。用错了，可以用模糊给它这样扫一下。好，可以看到我们就无痛的改了线稿颜色，然后要注意的是，这样改，它就如果你画了深色的话，可以看到这个，它会变得饱和度超级高。我们去把这种饱和度很高的地方，一般是画红色，红色的这些地方给它选中。这个也是饱和度太高了。选中之后，把它的饱和度拉低一些，让它和边上看起来统一一点。好，欧克，把这个脸的地方，我们就是在这个图层上直接改线稿颜色。我会找一个玫红，大概这个颜色，先涂上去看看怎么样。不对的话，我们再改。感觉有点深，调浅一些。然后再深一点，把脸部周围这些改一下。以及我有个地方忘画了，等一下给大家说。手这个也是，因为是肤色，它会比较的浅，用这个方法弄了之后，腿也是，这种轮廓会变得特别的虚，所以我们要把它给换一个色。脖子下面的没有画，我们去正常图层里面选一个大概这个位置的颜色，就是灰粉，深的灰粉，给它涂上去，涂一个三角，然后可以再选一个深一点的，涂上这里。如果你前面那个颜色看着已经可以了，就不用再选深的了哈。肤色也可以用这个来卡一下闭色。比如说这些地方可以卡一下。大概就是这样了。我们第一节的话，就先不教那个，就画那个特别闪的眼睛吧，因为我平时画稿子的时候，眼睛也是看情况细不细画的。第二节课教怎么就是画那个Q 版那种，画了 Q 版那种比较闪的眼睛。这里好一片色呀，改一下。白瞳就是有一点瞪人的感觉。等一下，我们去把那个
背景给它画一下就可以了。这眼睛颜色怎么有一点？就这样吧。然后把背景打开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物给隐藏一下。然后背景的话，如果你的线条比较多，可以直接把线稿颜色改了就行。如果像我现在这样线条很少，感觉就是很简易的话，我们还是把它画一点阴影。背景的阴影的话，我一般上一层正片叠底就不搭了，就没有了。这里给它画一下，这种丝带的话，我们想一下它的哪一段是在下边的，然后顺着这个转折给它涂上阴影就好。如果它没有转折，我们就画那个刚才教的正三角、倒三角，假装有一个褶皱。画这些的话，其实也不用画的太仔细了，就把这个靠里一点的叶子给它糊上阴影。当然，虽然我经常说，就这个不画没关系，但是大家如果想画的更好的话，当然还是，就多细化一下更好。我是因为以前想细化，然后发现我自己细化了之后，还没有不细化好看，细化老是怪怪的。大家如果擅长细化的话，可以就多多的使用一下。看一下，把这个图层锁一下，阴影的图层，然后看看上了什么样的颜色。我刚才反转是选中了那个花花，然后反转，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涂到花了。这里是用了一个深色，先给它涂上去，然后靠近人物的地方，我喷了一点灰一点的绿。上面是靠近人物的地方可以喷灰一点点。这种背景的改线稿颜色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把这个线稿颜色调低，是吧？或者可以把它改成线性加深，然后把亮度提高，也是有一个就改到线稿的作用的，改到线稿颜色。为什么我们人物不用这个线性加深来改这个线稿颜色哈？因为我们还要就修改这个线稿颜色嘛，我们用线性加深，等一下选色的时候不太好选。
看一下呢，有没有什么没有画到的？我们把这个线稿颜色的这种直接用笔涂的这个眼睛给它加深一下吧，因为它是从白色给它变过来的颜色，也是有一点点太浅了。如果你还有心思的话，可以把这个白色的这些边边给它勾一下，因为就是白色这些全给它粘在一起了嘛。我一般是不太会管这个，画到这里就赶紧交了，赶紧交稿了。目前看好像是没有什么了。那宝宝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就一边检查的，然后看大家发的问题吧。线稿改色没听懂，线稿改色是，那个背景的改色还是人物的改色？我两个都讲一下吧。人的，好的好的。这里我们先长按我们的人物的组，然后把线稿隐藏。把线稿隐藏之后，3个手指往下滑在你的屏幕上，它会有一个拷贝并粘贴的面板，我们点全部拷贝。这个全部拷贝就是把你显示的这个画面上的所有东西拷贝下来。我们点一下，然后再3个手指往下滑，点粘贴，它就会把刚才那个一整个给粘上来。然后我们在线稿的上边，我们线稿现在长这样嘛，然后把我们刚才贴上来的点一下它，点剪辑蒙版，这样的话它就是这个是贴在了我们的线稿上的，然后它我把那个底色关掉，然后它是现在这样一个颜色的，所以我们把这个贴上来的这个图层给它调一下亮度，看到吗？调一下亮度，然后调一下饱和度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彩色的线稿，而且是和我们的底色是一样的一个颜色。宝宝有弄懂吗？每个图层用什么功能记不住，这个我有写在我的那个文档里面，我先切个屏。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上色意图流，然后我可以把那个，我把这些我自己的图层改一下名字发给大家吧，等一下截图。看一下头发加色。宝宝们可以看到这个吗？这是我的图层一般会用的。然后我阴影用正片叠底，是因为它要灰一点，我比较想它的这个阴影的最边上是灰一些的，所以我是阴影用正片叠底。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的话，其实可以全部都用线性加深嘛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现在在改那个我自己的图层的名字。
大家有问题可以先发出来。头发丝分闭塞，这是细化和底和闭塞。如果没有搞懂的话，可以再问问的，不要就是没有弄懂，然后觉得就是这样的。其实有可能是我没有讲的那么的好啦。多问问的话，我可能会更能理解到宝宝的需求。这是线稿颜色。第二层细化一般会画在什么地方？我先把屏幕切回来。阴影上的淡粉色一般画在哪些地方？我画一点那个我会画的地方吧。首先是头发，就是发梢的底部嘛。头发是发梢底部，然后这些的话，我就是也算是发梢底部，就这样给它画一些。然后其他的话，像这种球的就画在阴影这里，然后上面如果太白，可以给它稍微扫一丢丢。画世界没有拷贝，直接复制图层可以吗？你可以就是把图层全部复制了，然后再合并吗？哎，可以就是能不能先复制一个文件再合并？主要是合并了之后，我们可能还要再改一下呢，就还是要留一下之前的那个图层。反正就是把你的所有底色给它有这样一个东西哦，你可以那个呀，你可以导出来一个不就行了？我去，刚才在干什么？直接把这个导出来，然后再导进去不就好了？然后贴在线稿上。我就是讲那个涂在哪里这个，然后衣服的话就是涂在这种太大一块的地方，我们顺着褶皱，它褶皱是往这个方向的，然后顺着这个线条往下画三角，这也是。然后这个三角你可以边上留一些白，一般这样的话画出来就是不会有错的。可以把这些白色的留一点，我这次没有留白。就上一期的话，我边上都是留了一些白色的位置的，然后用浅一点的颜色，然后你的边上都加一点，就是不要涂满的话，一般都不会出错。就这些地方，然后袋子的话，我可能就在它的中间给它随便涂一涂，就画了一笔，并没有去想它的一个形状。一边听一边翻知识存下，感觉满脑子都是知识点，太好了，有学到就好。这个也是和那个球球是一样的，就画在阴影的边上。我第一期的时候就是只画了这些比较空的这个白色的位置，啊，也不算白色吧，就是比较空的一片色的位置。然后画在这个顶部的话，是和那个水晶球是一样的那个原理，就这样。
画在这些地方。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个也是那个画在了左上角，其他好像就没有加那个颜色了吧？其他就，然后就是头发的底部给它再画那个，再画深一点的。如果你要勾这个小三角的话，勾在这种，就你的光源照过来的这个方向。然后边上的话，你可以给它画一丢丢断线就好，或者直接不画。就是这样。宝宝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或者说，刚才讲了还是没有弄懂的？那个知识存档里面好像还有一些后面的课要讲的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，大概就是小物联想的一些东西。改了色后线稿颜色变得好淡是正常的吗？太淡了的话，有可能是线稿没有拉到100%。就是我们之前上色的时候，线稿是不透明度拉到这儿的嘛。如果你改了之后变得很淡很淡的话，可能是线稿没有拉到100%。好的，这个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哈。如果不是这个的话，要不要试试再给它再往深了拉一点呢？因为就是如果宝宝你画的颜色比我还浅的话，可能得调到30以下了。就你再调的话，再调这里它是有，可以达到那个我现在的这个程度吗？主要是这个方法是从底色上来的话，如果你的底色本身就特别的浅，可能得多拉一点。我自己的话，平时是30左右就可以了。线稿颜色变得好淡的话，还是得给它就是拉深一点点，因为，为什么呢？就上期有个宝宝他就线稿拉的比较淡，然后他上色的一些细节就没有体现出来，就是他上色特别的仔细，细化了很多，但是线稿太淡的话呃，就会把它的细节给，就是看起来会忽略掉，所以我们还是稍微深一丢丢会好一些。看到手柄设置了，等到货就试试看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那个手柄设置的话，里面不是有一个映射的那个吗？宝宝们如果有就是游戏手柄，可以拿那个设置来试一下。那个映射的话，就是所有手柄都可以用，但是需要一个，就流程可能你得自己设一下。我到时候有宝宝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出个教程。从颜色能增加信息量，超级学到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就是有些老师很喜欢藏色，但是我们可能藏色的话容易弄脏嘛，我们就用这种笨办法，可以给它多画一点颜色。这个鱼宝宝，你的那个线稿弄好了吗？如果不对的话，可以小窗发我看看是什么情况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在这里，我就等到51分没有的话，我就下课啦。
好的，好的，宝宝加油！鱼宝宝也是非常的努力，每节课都就是会去研究好多问题。好了，宝宝都好努力，大家辛苦了。那我就结束直播啦，拜拜拜拜。有发现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小窗找我，拜拜。